蛮像外婆家的，蛮亲切的感觉。繁华都市里面的一个宁静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个很文青的地方。我觉得这里建筑物是旧的，可是新的东西都有进来，蛮特别的。感觉中这边应该就是一个老旧剧园村改建的一些建筑物，但我以前是不知道市中心会保留一个剧园村，但他能够发想说把这个地方留下来，然后给大家留一个可以参观观光的地方，还有我们小时候记忆的地方，我是觉得很好。现在我住的这个房，住的这个地方，我们这边3户，这2家我几乎不来往，都是眷村的人，几乎不来往。我一进门，门就关了；他一进门，门关了。左右邻居不知道。住这种房子，你人死在家里面，没人知道。那以前不是，年纪越大越喜欢住眷村。原本以前的房子，年纪轻喜欢住这种，因为这种房子大，没人吵你。我回来了就回来了，但是年纪大了不一样。我在家里面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个时候的感情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读3年级、4年级回来，那时候就是隔壁的妈妈陪我生孩子，他们奶胀我一回来，快来，快来续，马上就趴在身上，奶我就喝了。但现在可能吗？这是谁家？这是谁家？这是谁家？其实它有一点点血浓于水的那个感觉，就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在我小时候，每一家多少人，大家都可以随时进到屋子里面去互相串门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是人与人之间、邻里跟邻里、住户跟住户的之间的往来是很密切的一个感觉，跟现在公寓式建筑物大家互相不往来的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其实我们不管学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找寻原本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眷村它把人与人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不管是长辈、同辈、晚辈，都已经是完全连接，跟现在的大楼完全你找不到这个所谓邻里之间或者是住户之间的彼此的互动关系，变成一个很陌生、冷漠的一个居住环境，这是大家要去追寻的地方。张天志和陈庆祥所提到充满人情味的眷村生活，就是现在坐落于101旁，并且形成强烈对比的44南村。在过去，这里是44兵工厂的眷属及兵工们所居住的地方，甚至更扩张到44东村、44西村。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44南村分为4个场馆 ，A 馆为台北市信义亲子馆。B 馆为眷村展示馆，主要展出44南村历史的轨迹、眷村美食、眷村生活等等。C 馆则有好秋贝果店以及文艺市集的进驻。D 馆白天是有机书店，到了夜晚则摇身一变，变成剧场的演出。那曾经的44南村和44兵工厂的范围会在哪呢？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信义计划区。从统一时代百货一路至贝拉维塔精品百货，再往南至捷运象山站与国际会议中心，画一圈所围绕起来超过10万平、市值超过1000亿的信义计划区商圈，就是曾经戒备森严，却又是南村居民共同的记忆场域。而至今留存较完整的44南村及已消失的西村与东村，则在现今遗址上保留着深浅不一的印记，记录着曾经存在的历史与温度。民国37年，国共内战开打，大陆青岛的联勤44兵工厂的员工和眷户们渡海来台。迁台初期，员工及眷属皆住在库房内，以布幔为隔间，展开新生活。没想到这一待便与故乡分隔两地，而这个暂住的地方则成为他们第2个家。因此当时的政府建造了44南村，随后又陆续增建44东村、44西村。而这段看似轻松，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辛苦的一面，全被44南村文史工作室创办人，同时也是眷村后代的陈庆祥将过程记录下来。
其实这8年的抗战，让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样，从自己的老家，随着抗战的迁移，每个人都在过程中逃亡、流亡。那兵工厂会比军人更早离开原来的地方，是因为他要连设备、技术人员都要往后撤，所以他是用火车、汽车去运这些东西。那所有的眷属呢，必须在兵工厂到了哪一个省、哪一个县落脚以后，再通知家属，妈妈就要带着孩子就一路逃到后来兵工厂落脚的地方，跟他的爸爸妈妈去会合。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所以很多人在讲眷村、讲军眷或者讲军人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了解的是，要从北方到台湾来，这一路上经过好几千公里的流亡，是没有车、没有船，你自己要去带着家当、带着孩子、带着全家人，然后一路的奔波，才能完成这个辛苦的过程。时间快转到50年后，随着信义计划区的土地开发及眷村的改建，44南村住户于民国88年全部迁出，留下的建物则面临拆除的命运。因此，社区居民及文化界人士发起眷村文化保存运动，并成立44南村文史工作室。后来经文化局古迹审查委员会勘查，将44南村正式列为历史建筑物。对于陈庆祥与他的家人以及眷村的后代而言，这里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家，是父母辛苦一辈子所换来遮风避雨的家，任何人都无法用价值去衡量。最早的每一家之间是这个样，一进门是2户人家，左边一家，右边一家，进去就是客厅，客厅以后就没有房间了，就是4、5平那么大。你不管你家几个人，7、8个人、10个人，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当然上厕所它有公共厕所，你看呢，前面有个水缸，当这个没有水的时候，你要从那个水龙头挑水，挑回了大水缸里面因为你平常水没有的时候，你家里还有水可以用。这是我的家，我南村的家。叶妈妈家种的树，李妈妈家种的树。这是44南村改建后，陈庆祥回到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依旧能一一道出每户邻居所在的位置。那是一种深藏在血液中的情感。虽然这边住了500-600个不同的家庭在这边，但是没有人说你家住在几巷几弄几号。外面的人来到眷村来找人，你只要讲说你找什么人，他就会带你到那个地方。虽然几百家，但是他都会带你去，不用问门牌了。还有人会讲那边好危险，那些人聚集在那边，在巷口在路边在聚集聊天，那是不是很危险？不是啊。为什么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因为到了晚上他没有电了以后，他必须到户外，他又睡不着觉，他只是到户外凉快。凉快到哪里最凉快？路口最凉快，巷口最凉快，所以他会聚一些人在那边，同年龄的人在那边一起聊天吹牛就到了晚上12点再回家睡觉。但是不知道外人以为那些不良少年在那边聚集，其实他对他们的生活是不了解。他们是到了晚上，有时候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电视机，他只有出来到巷子口、家门口去跟人家聊天不是不良少年聚集。这个怕很多人对眷村生活的不了解。过年了包个饺子，不要说过年了，平常也是这样。我今天包饺子了，那给你送一碗，给你吃。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死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8岁吧9岁。我妈妈出去给他洗衣服去了，回来没有饭吃。那我们隔壁那个张妈妈就吃饭了没有？摇摇头没有。来，好，当然那个菜是不好他马上添碗饭，那个空心菜我扒了。但是现在隔壁后我回来他都不知道。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出去给他打架，衣服破了，回来我们隔壁那个妈妈没有睡，我妈妈睡了，你干什么？你打去了，是不是去跟他打架去了？你看你衣服都破了，赶快脱掉。他马上就拿针线就帮我就缝了以后，回去睡觉。我们的感情是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你们听说过没有？没有吧？这就是我小的时候过的生活。
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就是因为那个有一天可能就在家里就觉得肚子很痛，痛到受不了，然后隔壁的邻居因为他们是有在动那个桶装瓦斯，所以呢他就很紧急的把我抱在桶装瓦斯的那个在瓦斯后面有个那个金属的铁架，就是可以放一桶一桶那个圆壶，我就放在上面，然后他就载着我去现在台北医学院这样子。那这个记忆对我印象很深，是因为会觉得就是很有人情味，因为大家都是当初来台湾非亲非故的，就在这个眷村，因为兵工厂，然后他们大家住在一起，但就是紧密的很像是自己的家人、亲戚那种感觉。那像刚刚讲那个大家可以串门子之外，其实小时候我很长就是说奶奶做饭，然后她会说，我多炒了一道什么菜，你拿去给对面陈奶奶家，或是你拿去给前面王奶奶家这样子。那我们也3不5时就会有时候到了晚餐时间，就是他们也会突然有谁就端了一道菜进来，然后你的餐桌就突然就加了一道菜，对，然后那个感觉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很好的，对。紧密的邻居关系让李厚珍的童年增添了一份温情，但却在他13岁时因眷村失火而被迫离开家园。13岁那时候应该是主要是因为眷村失火，那个失火的面积很大，那时候就很多地方其实都损坏蛮严重的。那我们小时候的房子那边其实那时候也算是有波及到，所以那时候就变得算是蛮急的，就是要请你迁出去这样。对啊，那时候其实蛮感伤的，就是你必须要完全跟他说再见，然后你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其实蛮感伤。那我那时候还印象很深，就是我自己有拿相机，就是拿底片相机，我回来就是特别去拍了一下，就是那个凌乱的状况。因为那时候失火之后，就是因为灌救嘛，那灌救以后就是很多房子都很破碎，然后也有一些地方就开始杂草丛生，这样那也没办法居住。然后因为印象很深，那时候家里就是灭火，所以你的水就会淹到你家里面，就是到处都是积水这样，对啊，所以那阵子其实确实是蛮不舍的，很不舍。那后来更不舍是因为那个奶奶她就年纪比较大，有点失智。那她失智以后，因为我们就离开眷村嘛，然后我们其实就住在附近。然后她有时候是因为就是很想念这里吧，所以她有时候就是离开家，突然找不到人，然后你会发现说奶奶就走来这边，然后她会坐在村子里面这里这样。对啊，其实蛮想念了，对啊，想念。从小在眷村生活的李厚珍，深深体会到小时候生活的不便性，便在出社会后成立了费米智慧家庭。应该说家里的生活记忆刚好有经历到一个那种就是可能家电开始真正普及那个年代。我记得最小的时候记得是那个洗澡热水是要放在太阳下面，就趁下午把它晒热了以后，就赶快趁热洗澡，然后到后来才有那个热水器。后来还有就是说像以前家里煮饭的时候，早期那个抽油烟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奶奶会去把那个屋顶，现在类似这种就瓦楞纸做的那种屋顶推开，然后让油烟排出去这样。那到后来就是有电视啊，然后有这个抽油烟机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刚好就是有看到那个设备的进来，然后带来那个便利性是很惊艳的，尤其是我那时候很小。对，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一部分的元素。所以在更进一步去看，就是说其实会觉得说其实眷村的生活品质，我认为是辛苦的。其实是对于长辈他们那一代是有他辛苦之处。就我相信在更早之前，可能家里煮饭，他们因为以前那个厨房是还是你必须要放柴火，然后到有桶装瓦斯，到后面现在比较先进，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经历过这一段。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生活最后其实讲这些科技，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还是在于说，大部分人会想要买这些科技，其实都是想买给你重视的人，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小孩、你的宠物，或是你的长辈或你的父母，他最后那个科技会让你觉得有感，因为你发现他们用了以后，他们过得更好、更快乐。我觉得关联性大概是在精神上面这边。李厚珍当年的住家就位在现今一座一座小山丘的打卡圣地，而眷村的生活不仅让李厚珍产生想要改善生活、创立公司的想法外，更让他与他的妻子选择回到44南村，将当年承载着他与家人回忆的地方作为他们的婚礼场地。因为在选婚礼场地也是有看比较多像饭店内，就会觉得说，这个婚礼嘛，就是人生大事情。然后刚好因为我太太她对于就是这个我小时候长大的背景，觉得蛮特别的。那我们那时候才想说，就是问问看到这个场地可不可以办婚礼。但是我们去问市政府，其实他们也好像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讨论了一下，然后就答应了，那可以，其实这场地是可以让我们来办的。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就是突然觉得婚礼更有意义。就是我在这边长大，然后可以在这边成家，在这边的那唯一的连接感就很强。那有点像是说，回家的感觉，还有就是传承的味道在里面。这样，可能我是那个眷村的下一代嘛，
算是第3代，所以会有一种更强的那种使命感这样。当时李厚尊夫妇主动联系好丘，起初同仁们有过犹豫，是出自担心好丘仅是小型的生活复合店，从未有人在这里举办过婚礼。但当李厚尊娓娓道来自己在南村过往的故事后，马天宗决定义不容辞的帮忙。我听到这件事情觉得很感动，就那个鸡皮疙瘩会跑出来那种感动，就想说哇，现在30几岁的年轻人还会想到说他要回到南村来，有一种寻根的感觉吧。我觉得跟这件事情好像总是会在人的心中会埋下一个驱动力，每一个人都想找到自己从哪里来的，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来界定自己。我觉得李杰李太愿意来这边结婚，一方面是为了表彰他的家族，他的爷爷奶奶，他的父母，另外一方面又好像是要把他们未来的生活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听起来就很感动。因为这个婚礼也让我们有回家说故事的专案。有了婚礼的启发，好丘决定启动回家说故事计划，邀请南村居民回家重塑记忆，分享各种南村过去点滴，用着口述故事的传承，记录着曾经存在的历史与温度，交织出不一样的感动。我想最感动的还是人啊！我想感动这件事情跟人跟故事还是有最深刻的连接。我的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来这里的时候，这里的里长小时候是真的住在四四南村，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农民。我们进来的时候大概已经70岁了，但他身体健康，健步如飞，很爱喝高粱酒。我每次来拜访他，或过年过节来找他，他都会请我们吃卤菜、喝高粱酒，然后这个一聊呢就会聊2个多小时，他就把南村当年所有的状况、所有的故事就再讲一遍。他的故事跟台北市有很多地方也都有关联。我本人也就是那一批有蒋中正要叫我们动员的，要登陆的一批人，就是要反攻大陆的我就是那一批人。我是步兵出身的，我是军官，我是排长，就是准备要登陆。以后没有去，美国人不让我们撤退回来了，我们已经上船了，撤回来了。要不然的话，那现在也没有武装，你知道吗？为了要打这一仗，我们训练了多久？你知道？每天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就都是5000公尺，再回来刷牙洗脸，吃完饭以后再往海里面跳，整整2年来，而后写遗书准备走。我们那时候知不知道死？都知道要死，但是没有人跑。1个月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一个排长、少尉320，加上排长加级40块，360块。我们1个月只有360块钱，但是没有人跑，也没人发牢骚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童年。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是16岁、17岁去当兵。为什么我那么早当兵呢？因为在家里面没有饭吃，那个时候住这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公家的房子，没有钱修。因为当时到台湾来的时候，盖了眷村以后，本来说是5年回去，但是5年没有回去，那这个房子就是破破烂烂。因为他当时他盖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他是以竹子、泥巴跟稻草混合起来的。因为台湾一下雨刮台风，那个泥巴一泡水，你想想看，泡水那个泥巴就软了，一软哗这就下去了，那房子就塌。有钱的呢，他就下面呢就慢慢的就用砖盖起来了。像我们没有钱的那就没有办法盖砖那就塌，没有办法，那个没有饭吃，那个怎么办呢？那就当兵去了。所以我当兵是这么去的。说我父亲是当兵的，那干脆我也跟着我父亲一样去当兵嘛。小时候经过狮子兵工厂，觉得是一个禁地，因为狮子兵工厂的墙，我的记忆中是黑黑的，就那种很黑的黑色，就让你不敢接近那种黑色。然后墙很高，就觉得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偶尔那个火车会开出来，就看到火车上面载的是卡车呀、吉普车啊，就一直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听到不同的人不断的讲狮子南村的不同的故事，配合在信义区的发展，那个印象是蛮深刻的。好丘进驻四四南村已超过10年，10年来不仅致力推广眷村文化，也不断与生活中新的元素、旧的元素结合。有了这些规划后，似乎让四四南村活了起来。我们的确在狮子南村算是做了
蛮多事情的，因为10几年嘛。我们刚进四四南村之前，四四南村还是一个大家走过不会有人知道的。但大概4、5年之后，四四南村变成信义区拍照有打卡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我想，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故事跟人物还是我们最感动的事情。我想我在四四南村体验到，或是很深刻的感受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看历史或看生活，会用一个切面来看，就是现在或是1980年或是1960几年，我们切一刀，然后看那个剖面。这个里面有什么元素，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去解读这件事情。那个年代长这样。但到了四四南村，听了这么多故事之后，然后在这边自己的体验之后，就觉得历史不是长这样，历史像一条河，它那个水会一直流，所以你没办法用切的，它就是会一直有新的东西流过去，但又会有旧的东西流到你面前来，然后又会再往前走。它是一个不断的流动的事情，所以没办法用一个切面来看。因为这个感受，也因为四四南村本来就有很多旧的人文历史，或者是旁边的豪宅，或者信义区新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希望能够不断的用策展的方式，让四四南村更多元、更活跃，就好像历史一样，非常多的东西可以一直前进，一直过去，不断的让生活跟新的元素跟旧的元素在四四南村把它堆起来，对，让它变成一个很具有更多深厚人文感觉的地方。今年2月，好秋在四四南村的户外广场展开艺术灯光计划 ，Light Up 南村有光，为夜晚的南村赋予新的生命力，也增添不一样的美丽。四四南村晚上无聊，都没有人来，都黑黑的。我们有时候晚上打烊了，然后我从那边离开，就觉得其实很好看，因为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白天型的照片。晚上没有人来，但是晚上信义区跟四四南村彼此的关系是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在想说这样蛮可惜，怎么样能够让四四南村或者是信义区的照片，可以除了白天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的那种感觉以外，还有别的可能性。所以想了好几个不同的方案，最后就觉得希望还是秉持某位城市的感觉。就是有新的，有旧的，然后画面或者是灯光可以不断的去变化，就是想到用投影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发掘。那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地区各大都市做光雕类的投影的发掘就很多了，那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能够跟做的不一样。那与其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光雕展，就把它变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拥有剧场相关背景的马天宗，在四四南村已经存在的人文上，再与艺文做结合，南村剧场因此诞生。嗨，我叫 Alice。嗨 ，Alice， 你有什么事吗？我在找莉莉丝的乐园。恭喜你，这里就是莉莉丝的乐园啊！对剧场有的背景有点关系。我想市府也希望四四南村可以扮演台北市的某一种文化跟观光的角色更多，所以就希望找一个团队，让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经历。那我自己是练剧场的，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空间，那都是让年轻人来做新的作品。我那个时候就记在心里面，一直记了30年。第一馆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写了一个企划案给市府，希望能够在四四南村已经存在的人文上面，再多一些像是书啊，或是剧场的表演的这种艺文活动的层次在这个上面。那一开就碰到疫情，所以也蛮辛苦的，但这2年还算做得不错。除了好秋，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2台北眷村文化节，今年以共筑眷村记忆为题，展现眷村文化温暖的精神。今年的眷村文化节的主题叫做共享眷村记忆。那共享眷村记忆今年活动就包含像眷时代影展，跟我们今天有录一个叫共筑眷村记忆学的 podcast。眷村记忆通常只存在在你有住过眷村的人，或者说你有跟这些眷村人有接触过的人身上。那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人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议题。
或者说你可能只有去过像是南村去玩过，可是你并不知道它背后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说，这次他们策展团队希望说，去用 podcast 讲一些眷村的故事，或者是用一些走读方式，然后让大家重新走入眷村的一些场域，重新了解之后，就让民众说，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跟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产生一些关系，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去做了一个策展。今年以消失的眷村地景为核心，虽然地表上不再看到老旧的房子，但依然能从无形中感受到隐藏在台北的眷村痕迹。因为眷村改建条例的关系，所以你在台北市的地景上，除了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眷村空间之外，已经很难再看到一整片眷村，就我们印象中的那种眷村形态。所以说，当我们只剩下保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一般人说，我们这边曾经有眷村哦，所以才会用这些消失的眷村地景去切入。就说虽然眷村已经不在视线范围，就是我们不再看到竹篱笆，不再看到那种旧的那种一间一间房子，可是它所留下来的东西，其实都还在我们的身边。举例来说，饮食，或者说他们曾经像什么眷村妈最爱去的市场，像是什么成功市场，它旁边就是成功国宅嘛，然后它旁边以前是眷村，然后里面就卖很多外省食物，我记得就卖一些外省东西，然后或者说像那个南门市场也算是啦，虽然南门市场好像是比较偏官夫人会去的地方，像是我要去买一些什么江浙菜，或是一些上海的那种糕点类，或是一些腊肉。那你一定会去南门市场，因为这就是那个卖这种口味的地方，这样。所以说，从消失的地景来看，其实虽然它消失在一般人的眼中，可是事实上，再从这些饮食方面，都可以找到过去留下的痕迹。眷村文化的保存，在透过活动的转化后，把概念推向更现代化。眷村不是那种很传统，就我们现在在推动的眷村文化保存，当然说有一些就在讲他们过去的生活、战争或历史，或者是离散啊，或者说像是一些很克难的事情，这是很传统，大家知道。可是，在透过活动的转化，就各个眷村他们会办很多类似活动，就会把这些概念稍微转化更现代一些。就说我们克难，可是我们克难其实到现在，我们是该怎么讲？克难他会把一直同样的东西重复使用嘛，可是到现在就是我们是很环保嘛，我们是一直重复使用之类的，或者说他们以前像焕民新村，他们就是到溪里玩的这种想法，可是他们就把它转换成我们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这边的水文是怎么样，就把它扩散到这个那边的生态环境，去让大家了解这个区域有什么样的资源，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生态这样，所以是把眷村甚至当做一个各种概念可以融合在里面的基地，然后把它的概念更推向更现代化一点，觉得这算是我们这几年比较希望做的事情吧。如果眷村文化能够不断创新，融入生活，那它就不再只是博物院里的回忆，而是存在你我日常中的温暖。所以我自己认为，像这样的文化的保存，最好的方式就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断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就不断会保存下来。如果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最后就只有进博物馆，然后大家会隔着玻璃或隔得很远，就说哇，原来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眷村，有一个东西叫做牛肉面，但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或在你的记忆里面就不会再发生任何影响。就像你看恐龙骨头一样，你看恐龙，你会觉得是什么吗？你不会觉得是什么，跟你也没有关系。所谓的保存，它真的是可以层层叠叠。所谓的层层叠叠，就是因为你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又去创新。只有经过创新，它才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它才能够被保存下来。历史会不断的重复，唯有知道这段丰富的过去，才能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商家、民众等，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眷村，将这段历史与记忆以不同的形式传承下去。每次就是认真听完采访之后，我就是看到他们那种泛泪啊，然后讲到很激动模样，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感动的。因为其实我也算是在外省家庭长大，因为我爷爷跟我奶奶他们都是外省人。然后我们今天去采访那个张天志爷爷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看他讲话很像看到我爷爷。虽然我爷爷在我很小时候就过世了，但我常常会听我爸跟我妈就是学我爷爷以前跟我讲话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就是我爷爷！我在看了就觉得很感动。然后
也仿佛看到我爸老了之后会变成那样，反正就是很亲近我的生活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眷村带给我的温暖吧。我印象最深刻的受访者是陈庆祥，因为他就从跟他的受访当中可以完全的体会到，对，完全感受到他真的很热爱44南村这个地方，因为他还有跟我们展示说他以前跟这里邻居之间的门牌啊，还有一些电话簿的资料，他都有记录下来，然后而且记录得很完整，就厚厚一本，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他对这里的热爱。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他的心情。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真的差很多，因为现在就是都用手机嘛，用网络，所以真正的人与人关系好像只存在网络，就好像不是像他们过去这么的密切。像深刻的受访者是李厚尊先生，他那时候分享就是他奶奶的故事的时候，甚至讲到哽咽。我们回去剪辑的时候，就是甚至听到那个哽咽声，我每一次看，我每一次都觉得很感动，因为那种东西就是不是单单发生在44南村，就是你我之间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感受。以前那个米德是什么？以前我们兵工厂就发面嘛，面有的吃不完呢，那就坏了，有虫有干什么？那怎么办呢？炒，那就变成米德。我昨天晚上我就炒了这个米德，你们要不要吃吃？